我冷，我真的好冷，求求你们给我一床被子吧，只要一床被子。呸！什么下贱胚子！就凭你这从山沟里出来的野种，也有资格用我们的棉被御寒？快瞧瞧他那副寒酸样！就算是将军府真正的血脉又如何？能比得上大小姐16年真正的朝夕相处、深切真情吗？就是可怜了咱们的大小姐。这贱人回府第1天，大小姐竟然就留下一封绝笔书自焚了。大小姐得多害怕，才狠得下心伤害自己，都是因为这丧门星。李青洛，在大小姐死的那天，你就该去陪葬，你怎么还不死？行了，到底是二小姐，别真叫你给弄死了。反正如今夫人、老爷还有大少爷早就厌弃了她，活该她受罪。你这个扫把星，那是珠儿生前最爱的杯子。如果不是你回来，珠儿就不会死。死的为什么不是你？阿兄，为何非要如此对我？我也是你的妹妹啊！闭嘴！我不许你唤我阿兄。我的妹妹只有一个李青珠，无论生死。而你低贱如泥，这一生都不配。你放心，就是终身不娶，我也不会娶你。珠儿的血债，我自会慢慢向你讨回。这般就死了，岂不便宜了你？真是可笑啊！我这一生活着就是个错误，我到底有什么错？就因为我渴望那从未得到过的亲情吗？阿娘，我好想你们啊！还有阿爹、阿兄。青珠竟然没死，那我遭受的这一切荒唐苦楚又算什么？对了，妹妹呢？我还未曾见过她，快让她一起来，让我与她说说这场误会吧。误会？什么误会？若不是允王殿下出手救了你，我们哪还能重逢？本就是那个野种的错。好了，珠儿回来是天大的好事，过去的一切不必再提。来人，去把洛儿寻来。不好了，二小姐她没气儿了。当真是死了，还是演给我们瞧的？他定是听到珠儿回来了，想引我们过去。阿爹阿娘别管他，来人，给他裹个草席，丢出去喂狗。阿爹阿娘，都怪我没有做好阿姐。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唉，凭什么？她李青珠是你们的心肝明珠，我就是活该被践踏的草芥。姑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可是做噩梦了？真疼，我重生了，回到了刚被接回李家还未进门的路上。这一世，什么虚妄的血缘亲情，统统见鬼去吧！所有亏欠我必加倍讨回。姑娘，咱们离金陵城还有50、60里地，今晚怕是进不了城了，不如先寻个客栈落脚，明日再回府。前世我因急于见父母，错过了结交祖母的最佳时机，这次我绝对不能错过。嬷嬷不急，不知此地离青松观还有多远？那可是老夫人的清修之地，不过个把时辰的路程，小姐怎么不急了？没有祖母，就没有我今日重见天日。回家之前，我理应先去拜见祖母。难得姑娘有这份孝心，那咱们就改道去青松观。
姑娘，老夫人说她知道你来过，便已经是心意，让你跟管事回李家认认人，等日子过顺遂了，老奴再回去。二小姐，听见了吧？快上车吧，咱们还得赶在天黑上进城呢。张嬷嬷，我不回去，我是真心来拜见祖母，我等到她愿意见我的那一日。你这乡下丫头怎么不知好歹？放肆！我乃李家嫡女，你要违逆我的意思，强行绑我回去不成？既然姑娘心诚，老奴便先替你安排个厢房住下。这姑娘自小拿的是烧火棒和锄头，如今却肯为了讨老夫人欢心，连字帖都敢硬着头皮写，倒是有股子豁出去的憨劲儿。不许笑！这字实在丑的不能见人。张嬷嬷，去把我柜子里那幅启蒙字帖给他送去，别让他再糟蹋纸了。是，老夫人就是嘴硬心软，那字帖可是当年您给将军准备的。哼，当年没用上的东西罢了。这丫头到底敢不敢豁出去，还得再瞧瞧。二姑娘，看老夫人让我给你带什么来了。多谢祖母赏赐，青洛定当小心存放，绝不辜负祖母的苦心。破冰第一步成了。姑娘，你可知老夫人为何常年住在这青松观，却不回将军府？青洛不知，还请嬷嬷赐教。老夫人当年披甲挂帅救夫，5年后凯旋，将军却只认姨娘不认亲娘，说要恨老夫人一生一世。老夫人心灰意冷，这才上山清修了30年。虽我不曾见过阿爹，但有句话，这是李家，对不住祖母。哦，姑娘怎么说？邓姨娘照顾李家有功，却不能抹灭祖母身为亲娘救族救夫的事实。没有祖母，就没有李家的一切。李家对祖母是不仁不义，而阿爹对祖母是不忠不孝。这话若是传到爹爹耳中，就是被雷劈我也认了。好姑娘，天上打雷，老奴护着你。他当真如此说？说李家对我不仁不义，说他爹对我不忠不孝。姑娘说完，把自己都快吓死了。她心思单纯，没受过大宅言的规矩毒打，这才脱口而出，真是胆大包天！这种忤逆的话也敢乱说，若是传回将军府，他岂有活路？这些话但凡传出半个字，我拿你试问，老奴烂在肚子里。没想到他自幼流落在外，竟是李家唯一一个没被养歪了心肝的。再看看吧，李姑娘这侍弄庄稼的手法，比老道还要高明几分呐。林道长谬赞，我不过是从小干惯了粗活。道长，今晚我想借教官的后厨一用，做几道拿手菜。这手厨艺得吃多少苦才能练出来？二小姐，家主有令，王爷要把你绑回去，得罪了。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家姑娘！你们李家就是这样请亲生女儿回家的。救命啊！你们根本没拿腰牌，上来就绑人，定是要害我家姑娘。各位善人，
来我青松观大动干戈绑人，当真视我道门为无物吗？这位道长，我们是奉将军府家主之命带二小姐回府，还请行个方便。哼，贫道只看到了一群横行霸道的悍匪，今天谁也别想从青松观带走一人。干什么？大胆狂徒，竟敢如此对待将军府的嫡女！来人，把这几个以下犯上的狗东西全给我绑了！各位道长，烦请搭把手。姑娘，你受惊了，多谢嬷嬷和各位道长出手相助。他们自称是将军府的人，但我实在不敢轻信。张嬷嬷，我们真的是奉了家主之命，你们敢打我们，等回禀了主子，定拿你们和这破教官问罪。蠢货，没有腰牌，不拜见老夫人，上来就把主子五花大绑，这叫请人！给我每人重打10大板！我青松观是清修之地，跟将军府没半点关系。便是李将军亲至，也得按规矩通报。姑娘，老夫人让老奴来问你，此事毕竟关乎你，你想如何处置这群刁奴？嬷嬷，我想报官。报官？姑娘可想清楚了，你这一报官，等于和本家撕破脸，将来回到府中，日子可怎么过？若他们真是奉命而来，阿爹阿娘就是如此待我的，不问意愿，像对逃奴一样直接绑人。若李家真当我是个可以随意拿捏的物质，那个家我便是回了，又岂能有活路？不回也罢。原来不仅是家主的口令，更是大少爷的亲口吩咐，竟然说二小姐迟迟不归，太不像话，要给她点颜色瞧瞧，直接绑回去就行。嬷嬷饶命，都是大少爷吩咐的，我们做下人的不敢不从啊！真是我亲生的哥哥说的这种话。姑娘莫哭，这大少爷也太失体统了，天下哪有这样对待亲妹妹的？嬷嬷，苍松后山的贵人派人来传话了，说咱们这边太吵，若是再不处置好，他可不会给好果子吃。哎呦，那位祖宗可惹不得，快去回话，说绝不再打扰贵人清修。嬷嬷，他们或许真是假冒的呢。姑娘，你心里明白，若他们真是将军府的人，你今日选择报官，就算是得罪大少爷了。你怕不怕？得罪李克川，上一世我百般讨好，还不是被他像狗一样扔在雪地里冻死？怕，我本就孑然一身，什么都没有。谁说姑娘孑然一身？走吧，老夫人要见你。你盯着我做甚？祖母气质非凡，孙女实在仰慕，一时看失了神。李家都喜欢那柔弱的小白花，唯独你这个被折磨得不成样子的丫头，竟然说仰慕我。说吧，你费尽心思不肯回府，非要见我，究竟有何图谋？孙女想请祖母同孙女一同下山，进金陵，回将军府。丫头，你可知我在这青松院已经深居简出30年，这尘世的纷扰，我早已不再踏足。那祖母，您真的甘心吗？当年因为一个妾室略施小计，您就被亲儿厌弃，被丈君冷待，被整个李家所负。您在战场拼杀得来的功名利禄、殊荣光阳，结果都给了旁人去坐拥享受，而您却要委屈的划地为牢，凄冷的过完一生。凭什么？难道祖母心里就真的痛快吗？你是和你哥哥有误会，但怎敢还未见过爹娘，就说出这种话？祖母，他们只会偏袒疼爱了16年的假千金。我那嫡亲的兄长未曾见我一面，便如对待逃奴般要绑我。他们并不看重血缘，否则当年不会如此待你。我若孤身回去，定是死路一条。你先退下，我要想想。
老夫人，这姑娘对府里情形竟然摸得如此清楚。你个老憨货，她精明得很呢。她这番话是在向我投诚啊。嬷嬷，你说，我如今若是再回将军府，道长们，今日给你们做个番薯宴。善人好手艺，这些我送去给祖母尝尝。勿要节外生枝，去告诉青阳子，本王只是在后山办了个案子。是。挑断手脚筋，吊在松树上，让他们的主子看看下场。这青松观是要关门了，拿这些玩意儿糊弄本王。王爷，听闻今晚这番薯做得异常美味，道士们争抢着吃，您尝一口。这道观换了个厉害的厨娘，去查查。回王爷，今日这地瓜菜式皆是李朝敬将军之女所做。李将军之女，山下那场闹剧的主角吗？有点意思。你就是那个在乡下吃猪食长大的刘草儿？这就是我那恨不得我死的嫡亲哥哥。上一世为了一个假千金，将我关在破屋里活活冻死。姑娘，这是大少爷啊，是您异母同胞的嫡亲阿兄，快说句软话呀！草儿见过阿兄。闭嘴！谁准唤我阿兄的？你这副寒酸丑陋的作态，也配做我李克川的妹妹？我警告你，我的妹妹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珠儿。原来上次当真是你派的人，你的情就是将我五花大绑当做牲口一样拖回去吗？不然呢？难道你还指望八抬大轿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你明明到了金陵却迟迟不归，害得珠儿心中愧疚，夜夜惊梦。这种恶毒的下贱胚子，就该像狗一样被拴回去。来人！善人，青松观乃道家清修之地，不容你在此放肆。谁敢拦我，我连这破果园一起砸了，死活不论，给我上！大少爷，祖母还在青松观内清修，你在此大动干戈，就不怕惊扰了祖母，落得个不孝的骂名吗？祖母，她早已不问俗事多年，就连我都没资格见她一面。你以为你是谁？你还指望她来护你？你这是在彻底作死！姑娘，快躲开！都给我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祖母身边的老嬷嬷们，原来都是当年随她上过战场的女战士。你过来。祖母，祖母，孙儿见过祖母，祖母安康。闭嘴！我哪敢当你的祖母？李克川，你好大的威风！几年不见，对失散多年的亲妹妹三番两次霸道横行，真是让我见识了。孙儿不敢，孙儿是奉命带刘草儿回家，怕她在此扰了您清静。什么刘草儿？她姓李，是被那刘家偷拐去的。你张口闭口刘草儿，不觉得羞耻丢人吗？从今往后，她就叫李清洛。洛儿，记住了吗？是，祖母。洛儿记住了。你们现在是越发不把我这老婆子放眼里了。行，既如此，明日自有我亲自同洛儿一道下山进城，你们可能安心了。祖母要下山，滚！带上你的狗，赶紧给我滚！洛儿谢祖母赐名，谢祖母撑腰。洛儿，你记住，我可以陪你回李家，但无论何时，你依旧只能靠你自己。还有，你要答应替祖母做一件事。洛儿赴汤蹈火，哪怕杀人放火也在所不辞。老身要你杀人放火做什么？去收拾吧，明日下山。
老夫人，昨晚咱们把杜游的画圣之作送去赔罪，此刻他的人马就在后面，与咱们同行进城。那便叨扰贵人了。你若没有被那歹妇换了身份，自幼在金陵长大，定是个极其出色的女娘。祖母，或许这一切都是孙女的造化。那也不是你那蠢爹笨娘放过刘家人的借口。为了一个假千金，连杀头之罪都不计较，真是一门子蠢货。上一世李青珠安排了自焚的戏码，这一世你那场戏要怎么唱呢？你最好死了，死了就再也别活过来。祖母当心！老夫人小心，有劫匪！祖母别怕，我们定然不会有事。大胆！冒犯当今肃王之貌，靠不挖了你的狗眼！祖母。王爷，那个贱婢以下犯上，冒犯了您，奴才不过想给他一个教训罢了，谁知却惹了那老夫人好大的怒气。将他废了。是，王爷。王爷为何？那女娘的一双手，倒是能做几道可口的饭菜。你若是挖了她的眼睛，一个瞎子还如何做个厨娘？我日夜侍奉你跟前，竟还不如一个厨娘！你个疯子！不自量力！明明如神明一般圣洁干净，却偏在这红尘满手杀你。咱们也继续上路吧。回老夫人，问不出来。匪徒说是城中有人给钱，不知背后是谁。这么巧，冲着咱们来的。昨日李克川知道我们今日进城，定是他或李青珠等不及要动手了。洛儿，传闻那肃王性情暴虐，今日一见果然如此。往后你若是再遇上他，切记一定要远离，听见了吗？是，祖母。祖母，洛儿想求您一件事。何事？洛儿想请您安排人手，快咱们一步先行回城，不要进府，只在将军府外4周暗中盯着。这是何意？洛儿现在还不能与祖母解释，但请祖母相信洛儿。若无事发生更好，若有意外，还请祖母的人能帮洛儿留一些蹊跷异常。这丫头当真只是山坳里长大的吗？竟能未卜先知。按洛儿说的办。是，老夫人。继续赶路吧，马上要到将军府了。将军府，我又回来了。这就是我的亲生骨肉，如此粗鄙。和珠儿比起来，简直是天差地别。我宁愿这一切从未发生过。前世我因为你们的嫌弃而自卑，可这副模样，是替你们的宝贝养女在农家受苦10几年的结果。儿子见过母亲，母亲一路辛苦了。儿媳去世，恭迎母亲归家。孙儿见过祖母。去吧，去见过你的亲爹娘和家人。洛儿见过父亲、母亲、大少爷。洛儿，可是你祖母替你取的名儿，回来便好。你叫川儿阿兄便好。别叫我阿兄，我只有一个妹妹。别叫我阿兄，
我只有一个妹妹。混说什么？珠儿得知她要回来，愧疚的昨夜突然发热，到现在还起不来。她还没进门就害得珠儿生病，不是害人精是什么？夫君，珠儿当真不是故意不敬祖母的，她是忧思过重。她要是跟珠儿相臭，我定将她赶出家门。好了，今日老太太回府，不可喧嚣。母亲，咱们进去再说话吧。老爷，夫人，不好了！大小姐她留下一封书信自焚了。珠儿，我的珠儿啊！都站着干什么？赶紧去救火！陆青珠，你终究是忍不住走了这步棋。放开我！珠儿在里面，我要去救她！珠儿啊，你千万别吓阿娘！明知老夫人今日回府，不出来相迎就算了，还在这节骨眼上闹自焚，莫不是故意做戏？张嬷嬷，让咱们的人多留一点，奴婢晓得了。是大小姐的手镯，是大少爷送的天青碧玉翡翠镯。珠儿为何会这样？你这是要了娘的半条命啊！老爷，这是姑娘留下的绝笔信。阿爹阿娘，哥哥，珠儿自愧占了妹妹的人生和荣华富贵，珠儿害怕妹妹回来会失去这一切，不如先让珠儿解脱，以后有妹妹承欢膝下，想必你们也不会太伤心。竟如此冷血，毫无悲痛之情。死的为何不是你？死的为何要是我？是你回来，珠儿怎么会被逼死？你这个冷血的毒妇，凭什么不替她去死？她自己假死还是真死，与我何干？是我杀的她吗？我未曾寻死，凭什么要为她的算计付出命？母亲，畜生，给我退下！他要寻短见是他自己的事，与别人何干？你若要把那野种的死到洛儿头上，是不是也要赖到我头上？若不是我接洛儿回来，你那心头肉就不会寻死了。他要死是他蠢，你们以此发作牵连无辜，干脆连我一起恨上得了。哼，洛儿，走。母亲息怒，川儿不过是急火攻心，伤心过度。别跟着我。今日我不想再见着你们这群蠢货。老夫人，奴婢有紧急要事相报。说，起火时，奴婢正好在后门盯着，亲眼看见角门出来个婢女，她戴着面纱，坐马车逃离了将军府。跟去哪儿了？一路去了秦淮河畔的一处私密宅邸。那婢女进去后，便再也没出来。好一招金蝉脱壳！洛儿，你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些什么？祖母，洛儿只是猜到会有意外，真让我预料中了。你当真要瞒着祖母？我拼了老脸护你，你就是这么糊弄报答我的？祖母，洛儿无法解释全貌，但绝无心糊弄您。那你倒是说说，你哪来的未卜先知？先前咱们遭遇飞土埋伏，洛儿心中就起疑了。洛儿怀疑是阿兄所为，这其中兴许有什么误会呢？到底是你亲哥哥？洛儿也希望是误会，但他从一开始就因李青珠而恨毒了我，干脆想在路上毁了我。因为匪土失守，洛儿才猜他们会有下一步动作，故而请求祖母留人盯梢。除了这个解释，难不成他还真能通灵不成？你明明从未在内宅生存过，倒是个心如明镜的。此事我会派人继续查，你先别管了。谢祖母庇护。
老夫人，您信吗？那面纱婢女会不会就是那小野种？哼，若真是如此，这小野种的心思也太过歹毒了，想用假死让洛儿背上逼死姐姐的罪名，被全家纵恨。可怜咱们姑娘，往后在这个家里可怎么熬啊？有人想让亲骨肉反目成仇，我偏不如那奸人的意。老奴这就去吩咐邓嬷嬷查清那宅子的底细。今日祖母归家，府内防备空虚，真是个脱身的好时机。替死的是跟着他10几年的大丫鬟碧儿。李青珠，你果然早就和允王暗度陈仓了。想换个干净的身份做你的王妃，想把我踩进泥里。李青珠，这一世我要亲手扒下你的画皮，让你们全都跌入地狱。刘草儿，给我滚出来！珠儿的头七，你竟敢缩在这里不露面！大少爷，我们姑娘还在梳洗，您不能硬闯。我让你穿的麻衣校服，你为何不穿？你对珠儿究竟有什么不满？他有什么资格让我披麻戴孝？他已经死了，你还想如何？替他守个灵堂，跪着烧纸念经，不是你应该做的吗？珠儿死了，你却还活着。你想在将军府享荣华富贵，夺走我们对他的呵护，是你害死了他。怎么，只允许你想杀我，就不允许我反击吗？你这个贱人，你想杀了我！李七川，你既然那么舍不得李青珠，你不如也去地府找他，兴许他还在等你呢。我要杀了你！给我站住！天哪，姑娘，这是哪里来的血？嬷嬷，大少爷疯了，请帮我拦住他。给我把他拿下！我不与祖母的人动手，但是你完了。有本事你来拿我的命！孽畜，给我跪下！你当真是没有心吗？你阿兄不过请你过来给珠儿上一炷香，你不愿便罢了，为何要拿剪刀将她刺伤？珠儿她自幼长在我身边，她替你在爹娘跟前尽孝，你便是石头做的心，也该替她上炷香啊！我苦命的珠儿，
娘真的恨不得你才是我身上掉下来的那一块呀！就当最后一次吧，最后一次对这可笑的亲情抱有期待。父亲、母亲，洛儿并非残暴弑兄之徒，但倘若洛儿刚才不奋起反抗，今日这将军府怕是又要再添一副官赞了。川儿怎么会？你是不是误会你兄长了？他这2日伤心过度，只想给你一个教训罢了。毕竟珠儿可是因为你才会。今日阿兄所作所为，静祠堂的嬷嬷们亲眼所见。但我知道，因为珠儿姐姐的事，家中人人都伤心。我不怪阿兄，我自知比不上珠儿姐姐。事后我也极度后悔，若真将阿兄伤个好歹，我这条命是赔不起的。他这是在敲打我。若是客川还敢抓着剪刀的事不放，便是无理取闹了。既如此，此事到此为止，谁也不要再提。你可愿意？是，女儿听父亲的。这几日府中举丧，你没事就暂时先不要出来了。下去吧。到底是不是人？竟然真的和自己的妹妹动手，为了那个小野种，难不成还要闹出人命？洛儿，你快起来，此事你无错。祖母，翠儿因为护我，被大少爷抓走了。她虽是个3等婢女，但请祖母救她一命。好孩子，祖母定给你做主。张嬷嬷，拿我的令牌，去李各川院子，把人给我要回来。是。老夫人，夫人说这几日忙，先送些东西给二小姐，别的日后再安排。大发叫花子的，自己亲生的骨血，竟然就拿这种见不得人的心敷衍，都去烧了！祖母，别扔。洛儿以前在乡下，穿的都是打满补丁的粗布麻衣，这些已经是洛儿见过最好的东西了，便留给洛儿吧。老夫人，大少爷那边把翠儿放了，还送来了一匣子珍珠作为赔礼。只是全都是成色极差的次品。好，好得很。张嬷嬷，明日你亲自去芳香斋买10盒最名贵的双肤膏给洛儿。李家不疼，我裴秀珍自己疼。姑娘救了奴婢这一回，以后奴婢这条贱命就是您的。奴婢定会为您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起来吧，记住，你的命永远都是你自个儿的。在这将军府，谁的命都能被拿捏，我不能轻信任何人。但我目前确实需要一个帮手。翠儿，你能否帮我一个忙？姑娘尽管吩咐。你装作我的样子，待在房中饮食。只要祖母不召唤，不要让任何人发现我不在。姑娘，你要去哪儿？上一世被他们折磨的想要钻着狗洞逃跑，却被关进马厩。这一世，没人能再关注我。
掌柜的，看看这个能当多少？成色太差，最多50文。成交。老板，来一碗馄饨，再拿2个肉包子。好嘞，客官稍等。想要复仇，想要彻底踩碎李家，没钱没权可不行，这只是第一步。小哥，买胭脂送香好呢。掌柜的，做笔买卖。这些珍珠虽然品相不好，做不了首饰，但若是磨成珍珠粉，卖给寻常人家的女娘敷面，想必销路不错。倒是有几分道理。这种下等货，1颗我最多给你70文。这里还有49颗，算下来该是3430文。掌柜的若愿意凑个整，4两银子全归你。好，痛快，就4两。4两银子，在李克川眼中不过是打发叫花子的，但这却是我复仇的第一笔本钱。滚开！谁说他死了？珠儿没死！你们若再胡言乱语，我打断你们的狗牙！如今这满金陵城，谁不知道李家那高高在上的李青珠死在了一场大火里？听说还是自焚的呢。庄三爷，你连上门去吊唁都不敢，该不会是怕鬼敲门吧？不过三爷，你也别太伤心。听说李家还有一个刚找回来的真千金，姐姐娶过，你还能娶妹妹吗？就是，这双生子长得一模一样，你可是享了别人都未曾享过的福气啊！我还当是谁，原来是我那未婚夫婿忠义侯府的3公子庄卫。珠儿，你为何要丢下我？三爷呢？咱们快回去吧，别在此处闹了！谁也不许拦我！滚！三爷，你慢点！我的爷啊！还有这种好事？忠义侯府的3爷果然阔绰。总算有点家底了。要想在李家活下去，必须要有自己的底牌。珠儿，我的珠儿，拿酒来，给我拿酒来！又是你，你去给爷买酒。这些钱全归你。好嘞，爷您稍等。你说他为何如此狠心丢下我？公子口中所说是何人？自是我那未过门的青子，我的珠儿。他们说是他嫡亲的妹妹逼死了他。怎么逼死的？那妹妹本就是这家的人，不过是回家罢了，何错之有？大胆！究竟在说什么？珠儿岂是你说的这种人？
你这等是非不分的蠢货，淹死算了。废物，被人耍得团团转还不自知。有时间在这喝得烂醉，不如好好去查一查你那心爱的未过门娘子究竟做了什么勾当。店家，我想打样此物，不知能否做得出来？此物，小郎君是从何处得来的图？真是巧妙。能做吗？能做，给我3日时间。多少银钱2两银子便可。定金，3日后来取货付尾款。小郎君留步，不知你这小刀的图纸可否能卖给在下？卖图纸？东家瞧上了小郎君的图纸，想批量打造。若是小郎子愿意，咱们去后堂商议。不必了，就在此处说。小郎君痛快，我们东家愿意出这个数买下。5两银子，倒也不错，能抵我好几个月的月例了。若是50两，小郎君仍不满意，还可商议。50两，成交。少主，那小郎君拿钱走了。少主，这可是50两银子换来的。难不成你还记不住这东西怎么造？属下记住了，只是属下不解，为何要给他这么多钱？此人贪财却不贪心，见好就收。他尝到了甜头，必定还会再来，兴许还能带来更大的惊喜。洛儿见过祖母，见过母亲。母亲，这几日儿媳忙着珠儿的丧礼，没来得及安顿洛儿。今日得了空闲，便让她搬去红枫馆吧。红枫馆？那里不是已经10几年未曾住过人了吗？儿媳在洛儿回来之前，已经着人修炕香扫过了，定不会委屈了她。你是他亲娘，总不会捆待他，那便如此安排吧。那儿媳就先退下了。洛儿，你可知错？洛儿知错。哼，那狗洞可好钻呐！你究竟为何要做如此出格之事？今日若不是张嬷嬷去屋里逮住装睡的翠儿，我还不将她的皮剥了！祖母，此事与翠儿无关，是我强迫的她遮掩的。若要责罚，只罚洛儿一人。老夫人，都是翠儿的错，求您别怪姑娘。你们主仆俩倒是情深，你身边只一个翠儿，你的主意大起来，简直无法无天。雀儿，从今往后，雀儿跟着你。你的一言一行若有不妥，他便会报与我知，好叫你有个忌惮。是，祖母。你且说说，费尽心思钻狗洞跑出去，到底做什么了？
回祖母，洛儿想赚些银钱，大少爷给的那匣子次品珍珠，洛儿拿去脱手了。你若是缺钱，只管与祖母说，我岂会不给你？一旦被人发现，你的名声在金陵城就全毁了。祖母，洛儿并不在意名声。难道是我太护着你了，竟让你说出如此不知好歹的话来？姑娘啊，老夫人是担心你，快认个错，这世上哪还有别人为你如此打算？祖母息怒，洛儿真的知错了。你告诉我，这女子立于世靠的是什么？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夫死从子。但洛儿以为，女子更该靠的是己身，父兄、夫君、孩子，皆是万般不由心不由己。山有倒的那日，地有塌的那天，唯有自己，永远不会背弃自己。洛儿，我查清身份接你回来，允诺护你，不是为了让你和爹娘反目成仇的。珠儿刚死，他们一时转不过弯儿。只要你趁此机会去尽一尽孝心，哪有不接纳的道理？接纳我，上一世我就是这么做的，结果呢？他们的心永远都捂不热。罢了，静祠堂每月给你一份月例，那狗洞我会命人彻底毒死。你别想再往外跑，下去吧。明日就搬去洪峰馆，好好去亲近你的父母。洛儿告退。他这脾气，简直像极了当年的我。我逼他这一把，是想让他有个靠得住的娘家，即便他恨我，我也认了。这便是夫人说的修缮打扫过了，欺人太甚！我要去回禀老夫人。嬷嬷，莫要去让祖母烦心，院子破点而已，打扫一下也能住，我自己来便好。姑娘，老夫人让您搬出来，可不是让您受这种委屈的。来人，统统给我滚进来！ 3日内将这院子给我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谁敢偷懒，我这就去回禀老夫人，扒了你们的皮。我的珠儿生前最是贴心，从未拿这些琐事烦过我。若不是老夫人逼着，我恨不得把她扔得远远的。阿娘别气了，儿子有办法收拾那个贱人。不过，阿娘可忍心？川儿，你要做什么？别闹出人命来！他到底有你祖母护着。暂时要不了他的命，珠儿所受的痛不过1/1000罢了。她这个做妹妹的，理应尝尝苦。这法子便是祖母知道了也无可置备，阿娘只需按我说的做便可。非同小可，须以至亲之肉入药，以血亲之血为引，此药才可见效。上一世也是这套说辞，我毫不犹豫割肉流血。李克川却把那碗血肉喂了狗，还把我关进祠堂折磨得半死。
洛儿给母亲请安。刚刚江大夫的话，你在屋外可听清了？未曾听见。祖母教导过，偷听墙根是不上台面之事。既然母亲在请脉，洛儿便退避三舍了。母亲的身体可还好？洛儿日夜在屋中诵经，一为珠儿姐姐超度，二盼母亲早日开怀。闭嘴！你有什么资格提珠儿？川儿，不要动手！将军府的嫡公子自诩正人君子，竟是对亲妹妹大打出手的暴徒！好得很，有祖母撑腰，连个贱婢都敢轻狂了。李青洛，我懒得与你兜圈子。母亲的眼疾需至亲血肉为药引，你自出生未曾尽孝，珠儿的死更是你的错，今日该你赎罪了。拿刀来！大少爷，您这是要逼死二小姐啊？不阻拦是吗？好，那咱们就玩票大的。洛儿自知比不上珠儿姐姐贴心，若是女儿的血肉能助母亲康复，洛儿自然愿意，哪怕要了这条命。舍不得，不敢啊！当年母亲咳疾，珠儿亲自煎药服侍3个月。你呢？不过要你一点血肉就不愿意了，你连珠儿的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。姑娘，您怎么了？大夫，快帮忙替我家姑娘看个诊吧。确实是中毒之象。大夫，我中了毒，那我的血还能给母亲做药引吗？姑娘莫急，您的血和肉确实不能再作为夫人的药引了。有毒的血肉若是用了，恐会伤及夫人性命。当真就如此巧合了？李青洛，你最好莫要为了逃避给母亲治病，故意做戏编造出这等借口。我怎会知道母亲患了眼疾需要用我的血肉？既然我的血不能用，岂不是只能让大少爷一人替母亲做这件事？可惜我这个做女儿的，却未能替母亲尽孝，是女儿不孝啊！等等，川儿，娘不要你的血肉做药，你们都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。娘便是自己痛死，也舍不得让你们跟着受罪。江大夫，便没有别的法子了吗？有，当然还有，只不过那药材万分难得。滚！立刻滚出去！母亲，那女儿就先出去了。药方出来，女儿定会细心为母亲煎药侍病，以表孝心。不必了。我瞧着你便头疼，若是无事，你暂时不要到我跟前来晃。是，那母亲好好歇息。姑娘，他们也太过分了，明摆着是要害您，这算得了什么？姑娘，您说夫人是真的患了眼疾吗？有没有？很重要吗？雀儿，再去帮我请个大夫，这夹竹桃的毒
还真是不好受极了。姑娘，你这又是何苦？这回若不是你自己阴差阳错中了毒，岂不是真要被活活割下肉来？对付那群要吃人的豺狼，我不狠一点，死的就是我。姑娘想不想知道那秦淮河边的宅子到底是谁的？是谁的？老奴亲自查的，那是当今皇四子允王殿下的私宅。怎么会？竟和皇家有牵连？此事非同小可，老夫人那边吩咐，只能暗中调查，绝不可闹大。稍有不慎，怕是会牵连整个李家。是，此事全由祖母做主便是，但还请嬷嬷往后能将后续消息透露给我，我到底也信你。姑娘别怕，老奴以后知道的都告诉你。姑娘，不好了，庄爷侯庄家那边来人了。可是庄三公子来了。是，正在前院闹着要退婚呢。庄玉，上一世将我折磨得生不如死的人，这一世，这婚我退定了。他走了吗？老夫人亲自出面，很快就把庄三公子给送回侯府去了。祖母把他送回去了，看来想退婚还得从长计议。姑娘，最近咱们这院子，我半夜总能听见女人和小孩的哭声，大家都说这红枫馆闹鬼。无端的哭声，来路不明的黑猫。走，我们顺着血迹去瞧瞧，到底是谁在装神弄鬼。洛儿见过祖母，见过父亲。今日庄三郎上门大闹退婚之事，想必你也听闻了吧？洛儿，你与庄三郎本是指腹为婚，如今李青珠不在了，这门婚事自然要还给你。那庄三郎读书极好，将来必定大有作为。你们二人过日子，没有侯府牵绊，会轻松自在得多。你明白祖母的意思吗？离婚事，那简直是吃人的地狱。可我若说一个不字，便是大逆不道，自轻下贱。祖母这是在逼我点头。祖母、父亲，洛儿归家时日尚短，不懂京中权贵门第的深浅。洛儿如今只想多陪在亲人膝下。这婚事，洛儿怕自己高攀了，日后会给李家丢脸。此事我和你祖母商定便是，你先退下吧。是。洛儿，是你来了吧？阿娘这眼病见不得光，你快过来帮阿娘递杯茶。许是连多看我一眼都觉得厌恶，怎会突然单独跟我说什么知心话？这屋子里定有猫腻。自你回来，阿娘还未好生瞧过你。你过来，让我仔细看看。若以后这眼睛彻底瞎了，怕是再没机会了。母亲言重了。川儿，你下手别太重，若被你祖母知道了，阿娘该如何交代？阿娘放心，我有分寸。若是祖母问起，您就说留她侍病。去世，你10月怀胎生下我，却联合外人这般害我，你们这对母子好狠的心！
你看清楚，这里面葬的是谁？李清华，这本就是你欠他的，今日你该怎么还回来？大少爷将我带到珠儿姐姐墓前，是想让我为她赔命吗？你若是能好好跪下给珠儿磕头认错，真心忏悔赎罪，我也不是不能饶你一命。笑什么？我笑你蠢啊！你什么意思？你就是李奇珠的一条狗，我可怜你被他玩弄于股掌却不自知，像个暴躁狂怒的疯子。终有一日，你会发现自己像垃圾一样被你最珍重的人无情抛弃。闭嘴！今日就算你要了我的命，我也绝不会给他磕头，因为我本就无错。好得很，死了可就便宜你了！我要你像狗一样日日跪在珠儿坟前，给我打断他的腿，抽了他的脚筋，按着他给大小姐磕100个响头，少一个要你狗命！你敢！我乃将军府嫡亲血脉，祖母若知晓，定会将你千刀万剐。李克川，你没种吗？若真想做，为何不敢亲自动手？你不亲自动手，怎能彰显你对李清珠的深情？蠢货！你真以为我不敢？和你比起来，确实贱如草芥。竟藏了刀！可惜你遇上的是我。既然你想让我亲自动手，那我就亲自按着你磕头，磕！做梦！贱人，你竟敢伤我！你想杀我，我自然要先刮你一层皮。抓住他，挑了他的手筋脚筋，死活不论。在那儿，快抓住他！生不如死，不如殊死一搏。这一世，我定要走出一条活路。大少爷，这水太急，二小姐怕是没命了。她竟然宁愿跳河也不肯向我低头。好得很，去给我找，沿着河道往下游搜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不过是个不该回来的东西，就算真死，祖母还能为了他要我这嫡孙偿命不成？给我搜！这边没有，去那边找找。我把打量些。大半夜的找谁呢？家里跑了个偷东西的醉奴，怕他淹死。我们主子心善，非要我们寻。郎君见谅，小女子走投无路，并非有意惊扰，求郎君大发慈悲，救我一命。上来，躲进去。再去那边找找。
你是逃奴？我不是奴，我是李朝京将军府的二小姐李青洛，因家中生变，才落水逃难。若能平安归家，必重金报答郎君。哼，我不要钱，换个法子报答。那郎君想要什么？等我想到时，自会派人去找你。那郎君想要什么？等我想到时，自会派人去找你。先生，王爷，船上怎会有女刺客？要不要属下就地处决？我何时说他是刺客了？回府领10棍。属下知错，谢王爷恩典。此女是李朝敬之女，带回桂园。另外，查查李家最近到底在闹什么幺蛾子。是。这丫鬟是个哑巴，那晚的郎君到底是什么身份，竟如此神秘？看来这下安全了。多谢几位姐姐这几日的照料，叨扰多日，我也该走了。小姐，这是为你准备的新衣服。王爷，那位李家二小姐刚刚离开归园了。李府那边除了裴老夫人派人在暗查，李朝敬等人毫无反应，仿佛根本不在意这个女儿的死活。哼，李府满门除了那老夫人，都是一群自私虚伪的草包。这女娘也是够可怜的。王爷，您竟然会可怜人！她做的番薯味道确实不错，派人继续盯着李府。李朝敬贪污案的事儿还没完。是。现在回府，绝对会被李阁川倒打一耙，我绝不能像个败犬一样回去。林金枝，前世那个天拿藤条抽我，逼我干重活的恶毒姑姑，她怎么会在金陵？殿下真是宠咱们姑娘，每天送那么多稀奇宝贝。殿下，难道这里是允王的私宅？如果刘金枝在这里，那李青珠绝对没死。该死的贱皮子，不回府干活，躲在这里偷懒，信不信我送你去见官打板子？嬷嬷饶命，奴婢前几日摔伤了脸，怕冲撞主子才躲出来的。奴婢是厨房打杂的。脸摔成这样，确实晦气。原来你就是那个楚楚，别在这儿碍眼，赶紧滚去厨房干活。是是是。李青珠，你费尽心机布下的局，马上就要被我揭穿了。那个姓刘的村妇到底什么来头？隔三差五来打秋风，又吃又拿，还真把自己当主子了。呸！不过是仗着咱们姑娘的一点情分，我也恶心她。走，给她送饭去。好吃，还是我们珠儿这儿的饭菜最美味。你那个脸丑的，给我倒茶。怎么还是你们这些贱婢？去把珠儿给我叫来，我是她亲姑姑，她凭什么躲着不见我？刘娘子，姑娘说了，今日不见客，用完膳您就赶紧离开，回回都没空。你们这些狗奴才敢拦我，我自己去找他，按住他。放开我！我是珠儿的亲姑姑，你们敢动我，小心剥了你们的皮！嘿，跟
给脸不要脸的老东西！姑娘不过是念一点旧情，再敢大呼小叫，要了你的狗命！刘金枝，你也有今天，不过这只是个开始。赵嬷嬷，别管这老泼妇了，殿下回来了，赶紧挑几个手脚麻利、长得不起眼的丫头去上菜。就她了，脸伤成这样，肯定不会勾引主子。快端上热菜，跟我走。是，嬷嬷。李青珠，果然是你！爷，这是您最爱吃的，尝尝。只要是珠儿喂的，本王都爱吃。你假死受了委屈，本王必定好好做。只要能和爷长相厮守，珠儿受点委屈算什么？只是可怜了我那妹妹，如今怕是要背上逼死嫡姐的骂名了。李家定不会饶过她。那也是他咎由自取，谁让他碍了你的眼？等风头过去，本王便寻个清白的新身份，风风光光娶你入府。好一出偷梁换柱的大戏！李青珠，你既然死了，那我就让你这辈子都别想再活过来。你这丫头倒是机灵，知道姑娘爱吃明楼的芋泥山药糕，赶紧去排队，别耽误了时辰。嬷嬷放心，奴婢这就去，一定买到最新鲜的。人呢？那丑丫头跑哪儿去了？李家、李壳川、李青珠，我们的账该一笔一笔清算。竟然被封上了！若是走正门，这副狼狈模样，不知又要惹来什么闲话。姑娘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可怜的姑娘。嬷嬷，这究竟是遭了什么罪呀？雀儿姐姐，嬷嬷，姑娘醒了。洛儿，快躺下，你现在感觉如何？祖母，我没事。还说没事？大夫来看过了，你知道你身上到底有多少伤口？足足20几处。姑娘，您别瞒着了，奴婢已经把大少爷逼您给夫人取血割肉的事儿都告诉老夫人了。雀儿，你怕祖母对你失望是不是？祖母去查过了，你那母亲确实患了眼疾，但根本不需要取血割肉，这一切都是他和你阿兄合起伙来收拾你的法子。那你中了夹竹桃的毒，为何不与祖母说？祖母，对不起，洛儿不想让您为难。您说过万事要靠自己，到底是我没能讨得父母欢心。等我伤好了，我再去讨好他。祖母早就该认清，他们都是没心的傻子，捂不热的。这件事，祖母定然为你做主。老夫人，您别气坏了身子。那背上的伤，分明是被人用钝器狠狠打的。他到底受了多大的委屈？此事绝不罢休！去，把我那好儿子、好儿媳还有好长孙都给我喊到静祠堂来，要好好问一问他们，是否还要做个人。你就坐我旁边，不必动身。儿子见过母亲。母亲，
您这般宠溺洛儿，连长辈来了都不起身，将来会把她宠得不知天高地厚。等嫁去了忠义侯府，丢的可是咱们李家的脸。你给我闭嘴！你自小被邓氏那个毒妇带大，他把你教成了一个自私自利、生性凉薄的畜生，没有情义，子不子，父不父，不忠不孝。儿子不知哪里做错了，惹母亲生这么大的气。洛儿，你坐着，你身上的伤还没好，今日在我这儿不用讲这些狗屁规矩。是，谢祖母。当年你被邓姨娘蒙蔽，逼走我这个亲娘，如今你自己吃过的苦，竟舍得让自己的亲生骨木再吃一遍。我要你抬头，好好看看你们的亲生血脉。自打你进屋，你可曾关心过他身上20几处外伤？母亲，他不就是些小伤吗？来的时候川儿都说了，他们兄妹去给珠儿上坟，起了点小争执。洛儿不仅拿匕首划伤了川儿的脖子，还躲着不回家。川儿的伤深可见骨，险些丢了命，都没跟他计较。母亲，您这心偏的也太没边了。好一个起了争执！许氏，你也是这么认为的？母亲，儿媳以为此事就罢了吧。洛儿是妹妹，不该睚眦必报。你也给我闭嘴！川儿，你没事吧？别闹，听娘的。祖母，既然你们不知悔改，那我就把话撩开了。李朝敬，你可知你这好娘子前些日子患了什么眼疾？儿子知道，不知这和母亲发火有何干系？他们母子俩合起伙来说要治眼疾，必须取洛儿的血，割洛儿的肉。若不是洛儿意外中毒，现在已经被他们生吞活剥了。你自己看，我派人去大夫那儿取了药方，你们为了折磨洛儿，连这种丧尽天良的幌子都编得出来。不想看见他，别让他去跟前就是了。为何非要做这种事？你看他做什么？洛儿一个字都没向我告状。亲爹，连他这几日失踪不见，险些被家丁打死都不知道吗？孽畜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问他，他能说出什么实话？洛儿，你亲口告诉他们。那日，大少爷派人将我打晕，带到了李青珠的坟前。为了活命，我不得不反击。我掉入河中，死里逃生，却还要躲避大少爷派来的追兵。我不敢回家，怕一回来就被你们打断腿。我知道你们觉得是我逼死了珠儿姐姐，对我满腹怨恨。可我就真的万般罪恶吗？你们若是不想要我，我可以走。但从今往后，我李青洛心中再也没有你这个阿兄。孩子，别怕。他们不要你，祖母要你。混账东西！她好歹是你亲妹妹，你怎么能下这种毒手？还不快向你妹妹赔罪！洛儿，你阿兄就是一时糊涂，好在没出什么大碍，你别往心里去。爹替你教训他了。川儿，你也是，怎么能闹成这样呢？哼，好啊，好一句不过是烧个纸。好一句没出什么大碍，许氏，你当真觉得你们没错？母亲，儿媳只是太过思念珠儿，一时糊涂。你少拿死人当借口！祖母，是我干的，跟母亲无关。我就是恨极了他，凭什么他还能好生活着，旁人却没命了？凭什么他连去上炷香都不肯，珠儿却要死着给他腾位置？那凭什么李青珠就能霸占本该属于洛儿的一切？死了还要害得洛儿被亲人迫害，痛苦不堪。屈氏，你身为洛儿生母，不配为人。你抱过她一次吗？
你摸过他的脸吗？亲生的骨肉流落在外16年，一天福没享过。李朝敬，你天生贱骨头，就喜欢别人家的血脉。当年被没血缘的姨娘算计，如今还要亲手毁了亲女儿。李朝敬，天生贱骨头，就喜欢别人家的血脉。当年被没血缘的姨娘算计，如今还要亲手毁了亲女儿。你们3个绝情无义，根本不配做洛儿的亲人。从今往后，洛儿的事由我全权接管，他用不着再去讨好你们任何人。许是，罚去佛堂思过1个月，抄经书100册，没我的允许不许出来。是，儿媳遵命。李朝敬，拿1000两银子给洛儿，就当是弥补他受的伤和亏欠。1000两，母亲，她一个女家要这么多银子做什么？你嫌多，那100两打发叫花子如何？洛儿回府至今，你给他置办过一件像样的东西吗？还要我再骂你一顿蠢货？别说了，1000两就1000两，还不快谢母亲恩典！都给我滚出去！祖母，对不起，洛儿今日是借了您的事，故意在利用您发难。好孩子，祖母知道，你也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了。祖母，您都知道，我们祖孙俩何其相似，祖母愿意被你借势。从我答应跟你下山的那日起，祖母就是心甘情愿的。以后咱们祖孙俩相依为命，你不用再去讨好那些没心的东西。你那阿兄，你打算怎么收拾他？祖母，这件事让闺女自己动手，您毕竟是她亲祖母，下不了手的。瞧不起谁呢？祖母心硬着呢。罢了，我把邓嬷嬷派给你，这是祖母的信物，你拿着它，整个金陵城没有邓嬷嬷办不到的事。但你得答应祖母一件事，留你阿兄一条性命。是。洛儿答应您。天哪，姑娘，1000两，咱们发财了！姑娘，您哪来这么多银子？之前钻狗洞出去做生意赚的，今天高兴，拿5两银子去办桌好酒席，咱们今晚在红枫馆吃顿好的。姑娘，老奴以后就跟着您了，您有什么吩咐？嬷嬷，我要你帮我去办3件事。第一，去查清楚当年母亲身边的陪嫁娄姨娘现在被发配到了哪里。第二，去查禁卫军里一个叫杨清武的人。哦，什么3件事？你这么痛快就告诉我？他难道没叮嘱你不要告诉旁人？回老夫人，姑娘聪慧，早知道在好奇，所以吩咐老奴，若您问起，不必为难，直说无妨。他如今倒是真不把我当外人了。快说，是哪3件事？这第1件事儿，姑娘让老奴去找了将军之前的2个姨娘，一个姓郑，一个姓娄。我记得他们不是都被赶去庄子上了吗？老夫人没记错。但郑姨娘当年在去庄子的途中就失踪了，生死不明。娄姨娘倒是好找，她有个女儿，如今还在庄子上。洛儿打听这2人作甚？难不成要从这后宅陈年旧院下手？第2件事，是允王府外头那个私宅。姑娘说有个姓刘的胖妇人，是个屠户娘子，常在那出入，让老奴派人去接近她。刘，莫不是来找李青珠的那个刘家？哎呀，老奴派的人回来说，那宅子这2日正悄摸在找一个逃奴呢。是啊，听说那逃奴是个年轻女子，长得颇有几分姿色呢。若刘家人找到了那宅子，
李青珠又藏在里面，看来她失踪这几日没闲着，竟然摸到那附近去。张嬷嬷，去查李青珠自坟前和姓刘的何时开始来往，还有她和允王府到底什么关系？是，老奴这就去办。那第3件呢？第3件事，事关大少爷，姑娘让查他从前的一个婢女，叫梅雪。查个婢女作甚？这婢女有何特别？这梅雪2年前就死了，是被人活活打死的，而且死的时候肚子里还揣了身子呢。混账，瞒得这么死！那梅雪到底是不是他的通房？说只是个暖床丫鬟，连名分都没呢。更何况这梅雪签的可是活契。活契丫鬟死在府里，一尸2命，竟然瞒得密不透风。看来洛儿是要钝刀子杀人了。不过，钝刀子慢慢割，确实才是最疼。他也知道如何打蛇7寸，就随他去，你尽心帮他。老奴遵命。姑娘，老夫人给的这药膏真管用，您的气色明亮了许多，连这操手也柔嫩了。伤能好，这笔血债却消不掉。李家欠我的，我会一笔一笔讨回来。老夫人那边，邓嬷嬷应该都已经照实回禀了。祖母是个明白人，她只要知道我想干什么，就会给我最大的底气。接下来就看李克川的报应什么时候砸到他头上了。好，今日就到此为止。洛儿，你悟性极高，但下盘还需更稳。明日还是卯时起，扎马步半个时辰，再练拳射箭，记住了吗？是，师傅。姑娘，您这般拼命，身子可怎么吃得消啊？比起从前的日子，这点苦算什么？怎样？现在若是想再学学抚琴、下棋、插花、写诗，都还来得及。祖母，您就别管我去学那些头疼的东西了。我一看到琴谱就打瞌睡，插花写诗更是饶了我吧。罢了，能先把你那一手毛毛虫的字练好，我就很欣慰了。洛儿，下个月开始，我给你请个女先生，你到底该把从前落下的书都捡起来。祖母，世人不是倡导女子无才便是德吗？洛儿以为能把字练好便足够了。洛儿，这句话的本意可不是真让咱们当瞎子聋子。是女子，便是没有才学，也要有好的品德。金陵城那些真正的高门贵女，哪个不是腹有诗书？祖母要你读书，不期盼你成什么才女，而是让你不要做个混混沌沌的傻子。祖母，洛儿愿意读，洛儿不觉得辛苦。洛儿如今能充实自己，变成自己真正想成为的人，每天都无比满足。好孩子，从前的苦都过去了，咱们往后慢慢来。这些帖子都拒了吧？原本想带他出去见见世面，但如今他正沉心习武读书。过2月，忠义侯府老太太的大寿，再带他去惊艳金陵城。正是呢。老夫人，老奴找了这么久，终于找到了。梅雪的事有眉目了，找到了一个叫梅霜的丫头，从前和梅雪同住一房，老奴已经悄悄将人带进府。好，就看洛儿怎么审了。
抬起头来。奴婢不敢。姑娘，他脸上有道疤，许是怕吓着你。我什么没见过，你抬起头来便是。姑娘，您不怕？自从这张脸毁了，再没人把我当人看。姑娘，你想问梅雪的事儿，奴婢什么都说。不急，我先问你，你这疤怎么回事？你明明是死气，怎么成了自由身？不瞒姑娘，这疤是奴婢自己刺，因为只有毁了这张脸，制造大小姐迫害我的假象，我才能逃出将军府。一切都要从2年前说起。梅雪长得漂亮，大少爷原本也看中她，可梅雪是活气，她最大的盼头就是熬满8年，出府去寻她世上唯一的亲哥哥。可2年前的一个早上，梅雪哭着跑回房，衣衫不整，一向高高在上的大少爷竟然发了狂，强行拉她上了榻，连个通房的名分都没给。所以她有了身孕。是。事情败露，老爷要灌落子堂，夫人骂他荡妇。梅雪本想落子出府，可大小姐李青珠拦住了。她假惺惺地说这是李家的血脉，她在庄子上养着，转头就向大少爷呼诉梅雪推了她。借刀杀人，这却是他李青珠惯用的好手。梅雪早心如死灰，怎么会做出那种事情？梅雪凄厉的惨叫传遍了整个澜沧院，她为了大小姐的一个假伤，竟活活踹死了2条命。澜沧院知情的人接连被发冒，奴婢为了活命，只能毁了这半张脸，要了自由身，像老鼠一样活着。奴婢生不如死，但能在死前为梅雪说出这冤屈，奴婢值了。谁说你要死？李家欠的命，我要他们加倍奉还。雀儿，带他下去安顿，签活契。姑娘，他毕竟是府里的旧人，若是被认出来，谁说我要留他在府里？帮我做事，天地广广的很。晚点我会写下供词，让他画押。邓嬷嬷，帮我寻个人，禁卫军，一个姓杨的校尉。若我没记错，他就是梅雪在世上唯一的亲哥哥。老奴这就去办。废物！让你盯着红风馆，你告诉我什么都查不到。大少爷，恕罪。那邓嬷嬷神出鬼没，守院子的婆子又油盐不进，红风馆现在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啊！滚！有任何异动立刻来报。是，小的告退。李青洛这个贱人，自回府就处处透着诡异，太婆又死保他，那嬷嬷天天早出晚归，到底在谋划什么？既然底下这群废物查不出，我就亲自去会会你。姑娘，小心脚下。将他带上船来。是。你们到底是谁？当真有我妹子雪儿的消息？若是敢哄骗老子，今日老子劈了这艘船！雀儿，把东西给他。是。
带他进来。杨大哥，我是和雪儿同住的梅霜啊！杨大哥，雪儿死了，她被大少爷李克川强占身子，怀了骨肉，却被李青珠陷害，活活被踹死，一尸两命啊！发誓，今日所言千真万确。你可有证据？她就是我的雪儿。要证据？好，我给你。这把刀你可握紧了。雪儿，哥哥来迟了，哥哥对不住你。你们到底是谁？怎么会有此事真相？今日告诉我这些，有什么目的？实话告诉你好了，我是李府3个月前刚刚寻回来的二小姐。那正好，那姓李的杀了我妹妹，我也杀了你。大胆！我们姑娘好心告诉你真相，你却想要杀她，到底知不知道好歹？你们李家人害了我妹子，我难道还要感谢你们吗？没门儿！今日你们把我带来，就是想杀了我，对不对？这样我妹子的冤屈就永远无法昭雪了。闭嘴！你恨错人了。若真有如此强烈想要替妹妹复仇的心，不如去找真正害死梅雪的凶手。实话与你说吧，我恨李克川，绝不比你少。杨清武，我若给你机会，可敢豁出去？有何不敢？那日便看我的了。姑娘，奴婢刚刚在窗边好像看到大少爷了，那姓杨的怎么冲出去了？杨清武，不要冲动行事，乱了计划。姑娘，戏班子那边出乱子了，听说混进邪教徒，见人就杀。姑娘，可要去追那姓杨的？算了，他自己去撞个南墙，便知道我才是他唯一能走的出路。走吧，我们回去。什么人呐？闹事也敢如此嚣张？嘘，那可是大理寺的人，肃王的手下。走吧，此人十分危险，莫要招惹。少将军，你没事吧？废物，人没找到，连我也找不到吗？李少将军，请恕罪。卑职乃禁卫军杨大郎，今日木修来此听戏，不想遇到祸乱，刚刚杀红了眼，才误伤了少将军。卑职愿全权负责赔罪，给少将军医治。这疯子明明是冲着那邪教徒去的，却偏偏给了我一刀，故意让我难堪。无碍，一切都是为了百姓。珠儿，不，那定然不会是珠儿。珠儿已经死了。姑娘，娄姨娘她们母女俩明日就要进城了，可要将她们安顿在外面的客栈里。金陵城人多眼杂，让他们先去青松观待着，劳烦嬷嬷安顿好他们，不要受了委屈。是。不过姑娘，您不见他们。到了时候自会相见。中秋那日是母亲的生辰，希望我备的这些大礼他们都会喜欢。哎，哪来的叫花子？赶紧赶走！是。妾身娄氏特从蜀地携姑娘回来，给家主老爷、主母太太请安。妾身身无长物，唯有亲手缝制
百寿衣一件，祝太太福寿绵长。姑娘，那娄姨娘还跪在大门口呢。事情闹到后院，连老夫人都惊动了。这个娄氏果真没让我失望。夫人定会气得不轻的，哪有生辰送百寿衣的？对不住，我同婢女失散，误闯了这里。珠儿，珠儿，死了吗？你别跑！哼，三爷，老太太找您呢。统统给我滚！在下李克川，烦请通报。王爷私逮，闲人免进，滚！珠儿，哥哥来寻你了，你出来，你出来！什么人竟敢行刺允王殿下？我乃东齐营少将军李克川，你们住手！东齐营少将军李克川又怎么样？敢行刺皇族，就是死罪。王爷，哥哥是发现了我没死，珠儿就做不成王妃了。珠儿放心，本王绝不允许。屈氏，那娄氏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就是这么当家做主的？母亲，儿媳也不知她怎么突然跑回来了。今日可是儿媳的生辰啊！还嫌闹得不够？既然回来了，还不赶紧把人安顿下来？非要让满金陵城看我们将军府的笑话才甘心吗？是，儿媳这就去办。哪里来的安飒东西？还不赶紧赶走！我要冲撞了贵客！禁卫军奉允王之命行事，谁敢拦路？东齐营少将军李克川隐瞒身份，私闯允王府邸，意图行刺允王殿下。我等出手相助，已将其当场拿下。什么？各位，这是何意？一派胡言！我家川儿怎么可能做这种事？他明明就在后院。是他自爆的身份，否则现在哪还有命吊着一起回来？李大人，允王殿下说了，若有异议，大可去陛下跟前申冤。人我送到了，好自为之。告辞。快请大夫，请御医！川儿，我的儿啊！姑娘，出事了！大少爷刚刚被人抬回来，说是被人废了。慌什么？只不过是被废罢了，又不是他死了。二小姐，你在吗？外祖母屈老太太让老奴来请你出去一趟。府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夫人晕倒至今未醒，大少爷更是凶险万番。你作为亲妹妹，连面都不露，心肠也太冷了吧？这不孝的名声传出去，叫忠义侯府听见了，怕是对姑娘你自个儿不好吧？赶紧随老奴走一趟。不孝的名声，好啊，我倒要看看今日谁敢定我不孝的罪。我可是奉了老夫人的命来的，今日二小姐不想出去，你必须得去。好你个老货，敢到我们红枫馆来耍威风！哎呦，小贱蹄子反了你了！滚开！谁敢靠近半步，我让他变成疯子！雀儿，不必与他纠缠。你们给我等着，此事没完！把他给我按住！雀儿，
放你一马，你还不知好歹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恐吓我？二小姐，老奴世尊屈老夫人的命，她好歹是您外祖母。少拿她压我，在这将军府永远只有一个老夫人，那便是我的祖母。你不是让我等着吗？我告诉你，要么麻溜的滚，要么再吃一顿板子。嬷嬷，我们姑娘身上可是起了红疹子，你偏要闯进来，要是回去觉得身上发痒，可别怪我们没提醒你。三爷，那院子好热闹啊！老夫人让您来看二小姐，您倒好，在这睡了一下午。奇怪，这李二小姐的声音怎么有些莫名的耳熟？这将军府为何会如此安静？对哦，今天是将军夫人的生辰，往年早就翻天了，今儿怎么死气沉沉的？走。听说他自回府后，就是老姐姐您教养的。这洛儿心也太狠，太没规矩了。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他竟躲着不出来。洛儿确实一直是我在教养，你是怪我没有教好她规矩了？老姐姐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她再如何也该出来看一眼。洛儿身上起了红疹，常嬷嬷，若是稍后你也有哪里不适，定然是被惹上了。亲家，你要耍威风，回你起家去行。今日我将军府已经够乱了，听不得嘈杂烦乱之声。我的川儿，你可别吓唬娘啊！别嚎了，他还没死，就叫你们先给哭死了。谁再吵闹，都给我滚！老爷，川儿她到底怎么样了？洛神医也无计可施，只是保住了川儿的命。什么？我李家就这样完了？就这样完了吗？那她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走！你们走！王爷，您可算回来了，今日之事都要吓死珠儿了。别怕，都过去了。只是李克川强闯本王私宅，本王是皇子，他此举已是抄家灭族之祸。将军府若是没落，我以后还怎么靠着李家做王妃？王爷，那到底也是珠儿曾经长大的家，求王爷看在珠儿的面上，饶过哥哥这次吧。珠儿如此心善，罢了，本王不会赶尽杀绝，只是此事蹊跷，他怎会知道你在此处？珠儿不知，珠儿只担心我和庄三公子的婚事，听说还没彻底落到我那妹妹身上。此事你交给我便是。好，珠儿，快让本王抱抱。李家的事和他可有关系？王爷，李二小姐一步未出院子，不过她院子里的嬷嬷私下见过禁卫军的一个校尉。好，有趣，去，好好查一查。祖母，洛儿，你可后悔过？不，洛儿不后悔。难道我将他找回李家，真的做错了吗？祖母，洛儿让您失望了，您打我吧。洛儿，
让祖母拿你如何是好？以后李家，你还能靠谁？祖母，若我不反击，他会善待我吗？爹娘会管我吗？这府里除了祖母，谁会为我动心？罢了，你下去吧，这几日让我静一静。祖母是不是真的生我的气，再也不管我了？姑娘，以后就让老奴一直跟着您吧。嬷嬷这是何意？你不是一直都在帮我做事吗？而且，如今祖母生我的气，我连自己都顾不上了。姑娘放心，老夫人只是一时被吓到了，等过2日您伏低做小哄哄，她哪舍得不理你？姑娘，老夫人到底心软，老奴想明白了。跟着您这样的主子才痛快。嬷嬷，以后这红枫馆，您就是主管事嬷嬷，我的事就劳烦您操心了。是，老奴定不辱命。我们红枫馆的规矩就是2个字：嘴严。做任何事都要过脑子。绝不能拖累姑娘，若有违反，愿归处置。谁？二小姐，可还记得2个月前秦淮河中的救命之恩？是那个人，他的手下身手竟如此可怕，我的院子形同虚设。我们主子说，想好怎么让二小姐报答殷琼了。还请二小姐今晚与我走一趟，请吧。好。我们主子不食大油类，饮食清淡。二姑娘想做什么，自己瞧着做几样便是了。救命之恩，一顿饭就打发了，这人倒也是个怪人。那晚若不是他，我恐怕已冻死在秦淮河里。在这桂园养伤时，哑奴们也尽心照顾，这份温暖，我定要好好还。是他。那个杀人不眨眼的郎君，何处的？属下送二小姐回府时，她塞给属下的，说是亲手做的，当个点心。放在此处。这李二小姐做的东西，竟真的如此合王爷口味，看来这二小姐往后大有用处啊！祖母这2日用饭如何？辛苦张嬷嬷这几日照料祖母了。听说您天不亮就起来做这笋子肉包和山药小米粥，您每日早晚都来请安。可是老夫人她就是脾气倔，给祖母请安是我的本分。
只要祖母能消气，洛儿又一是心甘情愿。吃？怎么不吃？他给我做的，我还吃不得？是，您天天将人拒之门外，却天天把吃食打扫得一干二净。对了，老夫人，姑娘刚才说她顺道要去澜沧院一趟。谁？洛儿要去看他那个心狠手辣的阿兄。糟了，他总不会3两下再将他阿兄给彻底气死在床上吧？赶紧的，给我把衣裳穿起来，我也瞧瞧去。可不能让我这宝贝疙瘩再受他爹娘什么妖气。这是洛儿，那个曾经皮肤黝黑、散发着乡土味的亲女儿，怎么不过2月没见，她竟出落得如此白皙绝色，身上甚至还有一股陪老夫人莲食的侠气洒脱。母亲，你的病总算是好了。洛儿因病未能贺寿，又恰逢大少爷出事，所以这件生辰礼便一直未能送出。洛儿在此祝母亲身体康健，不知洛儿可否能进去看一看大少爷？好，你跟我进来吧。不可能，这不是真的，我是做梦的。我的儿啊，珠儿他已经死了，你提着刀硬闯允王私宅，那是刺杀皇子的死罪呀！够了！若还想要这条命，就给我好好躺着，我还得去圣上面前磕头，他饶你死罪。为何要让他来？他是这个家里最巴不得我变成这样的贱人，让他滚，滚出去！疯了，洛儿是真心来探望你的你说的对啊，阿兄，我就是来看你笑话的。瞧你这副样子，真废物啊！贱人，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看来你也不过就这点本事，除了躺在床上欺负用心照料你的人，你还能干什么？算什么郎君？我澜沧院此后不许他李青洛再踏足一步！滚！都给我滚！咦，这是何处来的？是洛儿早上给我送来的生辰礼，只是这字迹虽不优美，笔锋却透着几分锐利。老爷，你觉不觉得这字有些像你的？不，这不是像我的字，这是像母亲的字。母亲竟将她的风骨传给了洛儿吗？看来母亲是在极其用心地教养洛儿啊。老爷，洛儿变化实在太大了，不仅出落得大方漂亮，还有了几分气度。咱们家同忠义侯府的婚事，是否该彻底定下来了？姑娘，奴婢犯天大的错了，早上给夫人送去的生辰礼，奴婢拿错了。拿错了？您亲手一笔一画给老夫人抄的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被奴婢送去春在堂了，这才是您本来准备敷衍夫人的100个孝子啊！阴差阳错，送都送了，哪有要回来的道理？罢了，错就错了吧，大不了我再熬几夜，重新给祖母抄一份用心的便是。这小野猫糊弄亲娘是一把好手，对我这个老婆子倒是实心实意，我就知道我没白疼她。洛儿，你可还记得当初祖母答应你下山时，
让你替我做一件事的交换条件。洛儿一直记在心上，只要祖母不逼洛儿嫁到忠义侯府那火坑里，洛儿什么都愿意为您做。你美的你！那婚约是父母之命，只要忠义侯府不退婚，你能轻易脱身？这件事用不着我来逼你。我的娘家裴国公府，你可曾听说过？当年边关传来噩耗，你祖父生死不明，我自请皇命，与你大外舅公、三外舅公杀入敌郡营救。在敌营，我发现了你祖父还活着，不想他被当作人质威胁大军，我执意要救，却惹恼了不想除节外生枝的三外舅公。他中了埋伏，最后因为缺药被活生生拖死了。你大外舅公也受了重伤，从此再也不能提刀上马，而我李家却好端端的活着。我30年再也没有回过娘家。洛儿，祖母想在有生之年再回一次裴国公府，想同我的大兄再吃一次团圆饭，你可能帮帮我？祖母放心，哪怕千难万险，洛儿也定会帮您了结这桩心愿。二小姐，夫人说之前家中事务繁多，疏忽了您。昨夜夫人亲自开了库服，挑了这些她年轻时最爱的珠宝首饰给您送来。夫人还吩咐了，要立刻叫裁缝来给姑娘量尺寸，赶制最时兴的秋冬衣裳呢。姑娘，这次竟然不是破烂，全是货真价实的金银细软啊！突如其来的母爱觉醒，可笑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曲氏只怕又在暗地里挖了什么坑，等我跳。邓嬷嬷，老奴在，去祖母院子里借2个衍生的丫头。从今天起，给我把春在堂死死盯住，一只苍蝇飞出来，我都要知道是公是母。是，姑娘。珠儿信上说，忠义侯府的老太君3日后过寿，要我务必把洛儿打扮得花枝招展带去。夫人，大小姐这是何意啊？哼，还能何意？允王马上要娶正妃了，珠儿这外闪的身份见不得光，只有让洛儿在寿宴上同庄公子生米煮成手法，彻底坐实婚约，断了庄公子对珠儿的念想，珠儿才能安生。那小贱人不是爱出风头吗？这次就让他出个够，只要他名节毁了，以后只能被我们拿捏。姑娘，春在台那边的眼线说，夫人是要在3日后的忠利侯府寿宴上把您卖了呢。好一个一箭双雕！李青珠怕庄卫继续纠缠，曲氏怕李家失势，都指望着把我推进火坑填窟窿呢。姑娘，那咱们推病不去就是了。去。怎么不去？他既然给我搭了戏台，我不去把忠义侯府闹个天翻地覆，岂不是辜负了他送的一箱珠宝？邓嬷嬷，你替我去趟桂园，给苏王殿下送个信，就说我有一桩贪墨军饷的惊天大案要送给他，换他借我一个人。王爷，这是李朝敬这些年克扣东齐营军饷的暗账，我从他书房暗格里拓印出来的。有了这个，您便能彻底扳倒他。说吧，想让本王讲什么？我要王爷帮我在寿宴当日，让当朝裴国公出席。你想替裴老夫人铺路？好，本王答应。
不过，事成之后，你欠本王的人情，可就不是一顿饭能还清的了。只要王爷不嫌，洛儿愿做王爷手中最利的刀。那是谁家女将，竟生得如此绝色？那是李将军刚找回来的真千金啊！这气度比当初的李青竹强了100倍。是他，那个在街边把我脑袋按进水缸里的黑脸小孩，她竟是我的未婚妻。李二小姐，夫人说您初入娇气，让您喝了这杯压惊酒，随奴婢去厢房换套衣裳。回去告诉曲使，他挖的坑让他自己去跳。这贱人怎么这么警觉？不行，我得亲自去引庄卫过来。好久不见啊，我死去多时的好姐姐。今日老太君大寿，青洛备了一份大礼，请诸位看看，这位早已自焚的李府大小姐，为何会活生生出现在这里？珠儿，你没死！这不是真的！他当然没死，他不仅没死，还做了允王养在私宅里见不得光的外室。珠儿，你告诉我，他说的是假的，你是因为我才……我也救我！我也救我！哪里来的吩咐？本王清清白白，岂容你这贱婢攀咬？来人，把疯子拖去乱棍打死！允王，你好狠的心！青洛代祖母裴氏秀珍拜见大外舅公。你是秀珍的孙女？祖母说，30年骨肉分离，裴家风骨她一日不敢忘。今日洛儿求裴家接祖母回家。好孩子，裴家的大门永远为你祖母开着。传圣旨，李朝敬贪墨军饷，欺君罔上。李克川意图行刺皇族，即刻查抄李府，秋后发配宁古塔。不，我是将军夫人，你们不能这么对我！李青洛呢？李青洛那个贱人呢？他也是李家人，把他也抓起来！李青洛乃我裴家血脉，今日起，我裴家正式接回裴秀珍与李青洛，已上奏圣上，将其自李家做族谱除名。洛儿，你救救爹！爹知道错了。你这个没良心的毒蛇，你毁了你阿兄，毁了整个家，你会遭天谴的！天谴？若有天谴，前世便该劈死你，这是你们应得的报应。我真的好饿，娘，救救我！川儿，娘没有吃的了。李青洛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救救我们吧！前世，你们也是在这个风雪夜，将我丢在破屋里，活活冻死。这一世，
你们都是咎由自取。王爷，雪停了，我们回家。大东家，咱们这个月的流水又翻了一番，加上您之前盘下的兵器铺和脂粉铺，您现在可是金陵城名副其实的女首富了。老夫人昨日还在念叨，说咱们姑娘如今的魄力比她年轻时还要强上3分呢。靠人不如靠己，手里有了银子，才算握住了自己真正的命脉。本王的聘礼已经堆满了裴国公府的半个院子，裴老太君已经点了头。你这位金陵女首富，打算何时给本王一个名分？王爷该知道，我李青洛绝不会做那宅门里相夫教子的金丝雀。我苏王府从不需要金丝雀，我要的是能与我并肩执剑，同看这万里商山的鹰。这苏王府，你便是唯一的主子。你若想翱翔天高海阔，本王护你一世无虞。好，那我便谢王爷这一回。